大婚当天，侯府嫡女的未婚夫竟带着她的庶妹私奔了。可转头，她的家人就逼她嫁给庶妹的未婚夫，那个全京城最臭名昭著的混世魔王。而这一切都要从大婚前一刻说起。这个女人名叫沈若锦，是临安侯府的嫡女，本该嫁给连中3元的寒门才子裴景。可就在吉时将至时，一个丫鬟慌张地冲进来，带来一个惊天消息，她的未婚夫竟然带着她的庶妹慕云薇私奔了。整个侯府瞬间乱作一团。原来那庶妹慕云薇前一夜就曾大闹，说自己是重生之人，知道那寒门才子裴景其实是流落在外的皇子，日后会君临天下。而她原本要嫁的混世魔王秦朗，其家族镇北王府未来会满门倾覆，所以她要抢夺姐姐的婚事，去当未来的皇后。这番荒唐的重生之言，侯爷和老夫人自然不信，但眼下的烂摊子却必须收拾。因为慕云薇的未婚夫，那位地京头号混世魔王秦朗，已经带着迎亲队伍堵在了府门口。为了保全侯府的颜面，老夫人和侯爷竟想出了一个无耻至极的办法。他们把沈若锦叫到前厅，用他早已战死沙场的沈家将门荣耀来道德绑架他，逼他代替庶妹嫁给那个声名狼藉的纨绔子弟秦朗。沈若锦表面平静，内心却冷笑不止。7岁那年，他就因算命先生一句命硬克亲，被亲生父亲送到外祖家，直到待嫁之年才被接回。如今所谓的家人再次将她推入火坑，但她早已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小女孩。沈若锦当即表示替嫁可以，但慕云薇的全部嫁妆她要双倍，不是全部拿走，还要再添一成。老夫人虽然心疼钱财，但在侯府颜面和滔天权势的镇北王府面前，也只能咬牙答应。就在他们达成交易的瞬间，府门外传来一声巨响，原来是那个混世魔王秦朗等得不耐烦，竟然直接用攻城锤轰开了岳父家的大门。他手持长剑，气焰嚣张地闯进来，声称今天不管新娘是死是活，都必须带走一个。面对如此凶神恶煞的男人，侯府上下吓得瑟瑟发抖。就在这时，沈若锦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。她款步走出，直面秦朗，云淡风轻地开口：“你的新娘和我的新郎跑了，不如我们凑合一下。”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让全场瞬间死寂，就连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秦朗也愣住了。他看着眼前这个临危不惧，甚至带着一丝挑衅的女人，眼中第一次闪过浓厚的兴趣，竟然当场答应了这桩离谱的婚事。就这样，沈若锦坐上了开往镇北王府的花轿。新婚之夜，秦朗这个混世魔王果然不按常理出牌。他先是言语轻佻地试探沈若锦，想看看他是否对自己图谋不轨。可还没等他下一步动作，就有下人来报，他一掷千金捧的戏子海棠红在戏台被当众羞辱。秦朗立刻决定要去英雄救美，临走前还警告沈若锦，两人只是合作关系，最好相敬如宾，别动不该有的心思。沈若锦毫不在意，这个男人走得越远越好，他正好可以亲近。他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情爱真心，而是镇北王府的权势和财富，这是他重振沈家荣耀的唯一踏板。第二天，沈若锦去给公婆敬茶，整个王府都在看笑话，想看这个新婚夜就被夫君抛弃的王妃如何自处。然而接下来的发展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暴躁的公爹镇北王得知儿子荒唐行径，气得要冲去芳华楼打断他的腿，而温柔的婆母王妃却对沈若锦临危不乱的气度赞不绝口。她非但没有责怪，反而当场将王府的掌家令牌交给了沈若锦，让他全权管理王府内外，钱财人手任他调动，甚至还鼓励他若是秦朗再放魂，尽管自行管教。而镇北王更是直接递给了沈若锦一根马鞭，让他尽管往死里打，出了事他兜着。看着手中的令牌和马鞭，沈若锦笑了。他这位新婚夫君或许是混世魔王，但这公婆却是实打实的最佳队友。于是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默默忍受时，沈若锦带着丫鬟手持公爹给的马鞭，径直走向了芳华台。他要去亲自把那个新婚夜就敢让他独守空房的夫君给抓回来。当将门虎女对上混世魔王，一场好戏才刚刚开始。